给2匹千里马喂了1顿灵泉水，林初一砸了100两，包了3楼的一个贵宾间，大手一挥，把你们这里的招牌菜给我上一本。给掌柜的都听懵了，上一本是几个意思呀？用不着1本，凑满1桌就成。掌柜的偷偷瞅了眼从他进来后就一直盯着他瞧的大黑狼，心里毛乎乎的，应了2声就赶紧下去了。顾慈3人这会儿还没从大白和千里马的惊吓中回过神来。徐学进盯着蹲在桌边上等菜的大白一阵打量，都给大白瞅得不好意思了，抬头矜持地冲他笑了笑。徐学进抹了把脸，可不敢再瞧了。你家这狼是怎么喂的？其实他想问是不是狼成精了来着，可怕问出来的结果不是他所能承受的，所以还是别问了吧。小时候吃素，大了什么都吃。什么都吃？什么都吃，大概都是哪些范围啊？跟人一样。石进觉得还是林家军的心理素质好啊，虽然在府里被马给折腾的苦不堪言，但至少胆子是练出来了。瞧瞧这3个大少爷，还没有府里的将士没有胆识。再看看一旁站得笔直的小丫鬟大松，每天面对这么只狼，那胆子是得有多大呀？实在是这段时间刺激过头，他脑子都已经快不够用了。石进这一开口，顾慈3人都闭了嘴，各自在心里琢磨着，跟人一样的是个什么意思呀？是吃的东西跟人一样呢，还是吃的东西跟人一样呢？周易瞥了他们3个一眼，心里叹气。才这点程度就接受不了了，以后要是遇到个神神鬼鬼的可怎么办？不然就有点想念丁岩了。那家伙虽然整天一副死人脸，但绝对算得上是个好队友啊。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了。过2日宫宴，你准备好了没有？又不是我过生，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昨天进宫去看了六皇子。他怎么样了？没见到，他宫殿的门关着，宫女太监不让人进去。你就不会从屋顶进去啊？顾慈突然咳了一声，打断2人的对话。喂，我们3个还在呢，别把我们不当人啊！你们商量这种事，就不能找个没人听得到的角落慢慢商量？你怎么了？你弟弟是不是有些不高兴？我高兴啊，我很高兴。你高兴？你能不能别露出那副阴恻恻的模样？果然，这一家子就没几个正常的。林初一借着上茅房的功夫顿了，倒不是不想给钱，而是他无意间发现这座酒楼竟然另有乾坤，修为越高，精神力越强。借着小二上菜的功夫，林初一偶然间察觉到这座酒楼实际上还有4楼，于是用上茅房做掩护，他从后院直接上了酒楼的屋顶，轻轻揭开了一片瓦砾。林初一收敛起浑身的气息，悄悄探头往下看去。长老啊，您看这事儿，我可以帮你，不过你要想清楚，最后一个要求提完，本尊与你可就两清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恳请长老出手。好，这事儿本尊应下了。2日后的宫殿上，希望你能说话算话，届时助我一臂之力。是，长老放心，我说到做到。老者恭敬的目光中，黑袍人微微颔首，随即走到屏风后的桌前，转动了桌上的花瓶，书下被抽离，另一面竟然是通往另一处的暗格。屋内设有机关，看来2人应该不止一次在此会面。房里只剩下一脸阴沉的老头，林初一大概猜出了他的身份。2日后是谁过寿来着？太后？这回一定是个永生难忘的寿宴了。他将瓦砾重新放回原处，绕了一圈，重新上了3楼。哎，你都住机器的人了，还上大号啊？想上就上，你管得着吗你？我就随便问问，别上火，别上火啊！顾慈3人都吃得差不多了，静静地坐着听2人说话。虽然很多东西听不懂，但不妨碍他们能看出来，林初一比周易还要神秘些。一顿饭吃的宾主皆欢，大白尤其满意，撑得4脚踏平，趴在地上想他娘。吃饱喝足后，一行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将军府内，石进一板一眼地跟林永峰禀报今天发生的事情，听得林永峰一阵头大。
明天不想上朝了怎么办？能不能称病请个假？一样头痛的还有齐国公周秦志，刚捅了那么大的马蜂窝，好说歹说消停了没2日，这下可好，整个京城的富家子弟让他儿子挨个得罪了遍。第2日上早朝，林永丰果然是被弹劾了，罪名有藐视皇室、纵女行凶，还有家里养了邪物。一同被弹劾的还有齐国公府的周秦志、户部尚书顾大人、兵部尚书姚大人、内阁大学士徐大人。1个月不曾露面的镇国老将军，今日罕见的上了早朝，指着那些弹劾自家女婿的大臣，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放你娘的屁！藐视皇威，纵女行凶！我外孙女硬逼着你们家孩子比赛了。你们家孩子多大？我家孩子才几岁？是我家孩子要比的？还狼会笑，马能吐口水，我呸！你把你家马拉来给我看看，他是怎么笑的？一天天的正事不干，就他娘的会欺负武官家的孩子。方老爷子这一顿骂，瞬间让人想起了当年方家4小姐被退婚，他打上陈家门的那一段辉煌历史。齐齐瞪眼，告状的声音都少了许多。武官向来脾气暴躁，逼急眼了也是真敢打人啊，还是不用负责的那种。岳父出马，1个顶俩。林永丰心中暗爽，让你弹劾我，让你暗算我闺女，还蔑视皇威，你咋不说我造反呢？姚大人和徐大人根本就没有搭理那些人的心思。顾尚书表示，我家孩子就在旁边凑了个热闹，没吓到是因为天生胆子大，我儿子又没参与。你们家孩子胆子小，你弹劾我做什么？齐国公则是深感羞愧。唉，养不教，父之过，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没做好，还请各位海涵。一会儿下了朝，我就修书一封送去鬼谷门，一定将各位的话传到。朝堂上更安静了，就连云王都收敛了几分，威胁，赤裸裸的威胁，传达个屁呀！你是故意的吧？皇上脑仁突突的疼，他也是现在才知道，楚家多了个老祖宗，是一只叫做大白的狼。皇上都气笑了，多孝顺一孩子呀，认只狼当祖宗。这事儿往大了说，确实是藐视皇室；往小了说，就是一群孩子之间的玩闹。归根结底啊，还是怪楚元泽一时贪心，嘚瑟过头，将皇室的威严给搭了进去。还有周易，皇上觉得一会儿下了朝，他还得去皇后那里一趟，让皇后把那孩子给招宫里来好好训训。这孩子本事大了，是什么事都敢惹，什么话都敢说。扫了眼舌战群雄，风采不减当年的方老爷子，皇上更头疼了，终于开口：都是些孩子间的玩闹，就莫要拿到朝堂来说了。这事儿就不能深究啊，深究起来牵扯可就太多了，估计当时在场的都有一半要下大狱的。对于这事儿的结尾，皇上给林永丰下了命令：日后宫宴，让你家小女将那只狼给带到宫里，给朕瞧瞧。他倒是要看看那只狼有什么不同的。皇上，您确定要臣把那只狼给带进宫啊？怎么不行？臣遵旨。不过话说在前头啊，您可别后悔啊。下了朝后，林永丰就将此事告知了方兰娘仨。听说能进宫，大白兴奋的跟傻子似的，在府里来回乱窜。嗷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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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初一瞥他一眼，默然无语。什么好事吗？当今皇上要见一只狼，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既然是楚家的祖宗，那肯定得跟其他祖宗一样深埋地底啊。不过林初一并没有打击他的兴奋劲儿，嘴角轻扬，随着方兰进库房挑东西去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宫宴上吃瓜看戏了。哦，中间大白还特地洗了个澡，让大松用梳子给他顺了顺毛。周易半夜来过一趟，他被自家老爹给关府里了，出门全靠翻墙。林初一跟他说了广聚轩4楼的事情，让他多注意些六皇子。宫宴当天肯定有事发生，只要六皇子全程安全，那个血煞阁的什么长老就翻不出什么花样来。文武百官携家眷50左右陆续进宫，官员们陪着皇上在外朝品茶，皇后陪着官员家眷们在后宫扎堆，各府的少爷小姐可以去御花园晃悠。然而入了后宫，大白去处就有些不好办了。林少泽被林永丰强行带走去了外朝，按理说呢，林初一还小，也该随方兰去凤仪宫待着了。
可他们身边跟着只狼呢，这要是带去皇后娘那儿，再把人吓出个好歹，谁担得起啊？大白表示很郁闷。我都这么听话了，还能怎么办？进笼子是不会进笼子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那要不然我自己四处转转。林初一当然不可能让自己出去乱转了，这是皇宫，谁知道这货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商量的结果就是他带着大白去御花园。林初一四处扫了扫，周易没在，看样子应该是还在外城，在皇上那儿。百无聊赖的，林初一找了处小凉亭坐着等。大白蔫蔫的趴在地上，很是无趣。上马车前，林初一就一本正经的嘱咐道：今天你就是只正常的了，别到处瞎嘚瑟。大白很冤，你看我浑身上下是有哪里不正常的？我可太正常了。林初一也不是那种能赏花的人，等了大概半个时辰，到底是坐不住了。不等了，我去前面看看。大白眼睛一亮，立马满血复活。那还等什么？走啊！我自己去，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不行，我也得去，休想扔下我。你体型大，遮眼。最好的办法就是大白跟着大松继续待在这儿望风，顺便等等周易，他自己一个人先去转转。大白最终没能拗过林初一，眼巴巴地看着人走了，那叫一个心酸呢。竟然真走了，你可别后悔。大松呆站在一边，看着大白蹦跶着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歪了歪头。真稀奇，你看他还会骂人呢。林初一顺着之前的记忆一路找去了皇子居住的宫殿，心里想着都是皇子，住的应该离不了多远才是。就这么一处宫殿挨着一处宫殿的找过去，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竟然就机缘巧合的找到了大皇子的新住处。屋里十分安静，之前见过的那个鬼面男人此刻正盘膝而坐，很阴邪，但又有几分异样的力量在里面。他突然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靠近，蓦地转头看去，就见不远处的屋顶上一条手臂粗的黑色大蛇蜷着身子，正冷冷地注视着他。林初一挑了挑眉，却没有多警惕，轻轻将瓦片放了回去，然后冲对方招了招手，示意跟他走。见他离开，黑蛇抖了抖尾巴，没做犹豫，果然跟了上去。一处无人的偏殿，姑娘能否在四周布下结界，以隔绝在下的气息？林初一点头，双手节节掐了个手诀，在四周布了个小型的结界。有事你就说吧，是不是你家六皇子出了什么事呀？这蛇身上带着淡淡的功德之意，与当初的大白鼠有些类似。林初一猜测，这位应该也是那六皇子的引路仙之一。我是小童子的第二位引路仙，常三。此番前来是向姑娘求助。我等下山以来，虽然没有为百姓做过善事，可也没有做过恶，还请姑娘出手，救救我家童子，也救救我们。那只白鼠将你们的来历告诉我了，所以当年与六皇子争夺机缘的鬼修，就是刚刚大皇子屋里的那个鬼面男人吗？黑蛇应了一声。灰姑从宫外回来提起姑娘后，在下就一直想与姑娘见一面，可当年一战，我与胡六修为大损，直到如今都没有完全恢复。小童子不能出宫，我们也不能离得太远。上次姑娘匆匆进宫，我等还未寻来，姑娘就已经离开了。不能出宫？为什么不能出宫呢？那个黑衣鬼面人一直潜伏在宫外。他身边有只毒蝎子，道行很高，十分厉害。当年一战，光我和胡家的人马就死了6位，也只堪堪将他重伤而已。而且我等怀疑，那只蝎子精一直藏在宫里，未曾离开过。藏在宫里吗？都说后宫是藏污纳垢之地，不知道会不会躲在那儿。你也说了，那人不好对付，帮你们可以，但我有什么好处呢？莫非姑娘也想要小童子的机缘？这可不是我要，机缘这东西呢，虚无缥缈，谁也说不准是什么东西。你们在他身边待了这么多年，可曾弄清楚所谓的机缘是什么呢？未曾，只是修炼的时间较之前短了许多。
修炼的时间会缩短，第一是因为这里是皇宫，距离人间皇帝最近的地方，妖怪待在有大气运的人身边，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处很正常。第二也是因为你们成了六皇子的引路仙，10多年前一场大战不但保护了六皇子，还护住了整个皇宫。俗话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若是那皇帝当时出了事情，东陵就会迎来一场动荡，这是你们的功德。也正是因为如此，你们与整个皇宫都有了一点联系。这样吧，我帮你们将此事解决，你们带我找到六皇子梦中的那个地方，我就凑个热闹，该你们的还是你们的。可以。黑蛇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毕竟机缘这东西，该是你的谁也躲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强求不来。今日的宫宴会在启明殿举行，到时候六皇子也会前往。小童子在，那个鬼修也一定会到场，届时请姑娘先行拖住他，我与胡六趁机去寻那只毒蝎子，我会让灰姑与姑娘随行。如果这期间我们赶不回来，就只能是你们合力对付那个鬼修。不用，大白叔你们带上就好，什么灰姑傻姑的我用不到。那人身边的兽灵有些门道，你们找到蝎子后，若是短时间内无法将之杀死，就尽量的拖住，给我们争取时间。我明白了。提到鬼修身边的兽灵，黑蛇的眼中出现了一抹别样的神色。他方才察觉到了，那些兽灵中有2只原本在他们12野仙之列的，死后却成了敌人手里的傀儡。与黑蛇达成共识，林初一便解开结界，回了后宫，一路晃晃悠悠的往御花园方向走。林初一追过来的时候，周易逼问了半天无果，正嘬着嘴转着圈的想办法呢。汉子，给我把他另一只脚也踩断了。哎，咔吧，随着鬼面人一声杀猪般的喊叫，另一只脚也粉碎性的骨折了。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说，我师父是不是你们抓去的？你为何要对他动手？也不知道鬼面人听进去了没有，刚嚎了半天，突然又不吭声了，紧紧的咬着牙，像条毒蛇般阴冷的盯着周一。妈的，你倒是说呀！那血煞阁是你爹不成？让你这么护着？这回踩哪儿？林初一就是这个时候到的。你家那狼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就是可惜了一颗内丹了。没事就好，内丹以后还能遇到。这人啊，嘴太硬，不然你给他喂颗丹药。林初一自然知道周易说的是什么，不过那种丹药只会消耗人的精力，对于这种不把命当回事儿的邪修根本没多大的用处。让我来猜猜你嘴硬的原因。邪修一门应该有独特的方法以魂魄之身修行，所以你是想激怒我们，好让我们动手杀了你吧？我不会说的，要么你们杀了我，要么就看看是你们的手段多还是我的命硬。哎呀，我这暴脾气给你脸了是不是？想死是吗？老子这就弄死你，大不了老子不问了。我就不信了，我血煞阁以后就没有人落到我手里。是吗？就不知道你师父通天阵还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说的就像现在知道了就能把人救回来一样呢。我可没什么师父被困在血煞阁呢，你的命硬不硬跟我没关系。不过你要实在不想说，那我就只能用搜魂的方法抽取你的命魂，强行查看你的记忆了。鬼面人猛地抬头，林初一悠悠一笑，哼，别怀疑，你要相信我有这个本事。真以为变成鬼你就能跑啦？你放心，等我搜索完你的记忆了，就会直接打开地府大门，让你过上永享低保的日子。低保的最低保证，绝对不会魂飞魄散。哼，搜魂会损伤修为，你怕是没这个能耐吧？好好的讲，看来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我来看看你的命到底有多硬。好心提醒你一下，我这火能焚烧世上一切有形的东西，包括灵魂。说罢，林初一小手一甩，火焰直扑鬼面人的下半身，
从腿开始迅速扩散，仿佛瞬间没入熔浆熔岩之中，身体和灵魂一同被灼烧。鬼面人惨叫连连，终于松口：“我说，我都说。”哎，不，别说啊，千万别说，你命硬着呢，死不了的。我说，饶了我吧，我说。林初一一直控制着天地灵火的温度，不然这会儿烧起来的地方都该化成灰烬了。知道通天印去哪儿了？我知道，在血煞阁，在血煞阁。林初一挥手，灵火突然熄灭，看向周易：“问吧。”周易背后一阵发寒，再看鬼面人下半身都烧焦了。我去，这也太凶残了！这才10岁不到啊，长大了还不得进化成灭绝师太啊！说，我师父现在在哪儿？你们为什么要抓他？还有，血煞阁的老巢在哪儿？我不知道，不是我抓的他。关于血煞阁老巢的事儿，据鬼面人交代，血煞阁并没有具体的据点，明面上的势力是个杀手组织，分布在各国各地。这点丁岩先前说过，暗处的势力共有7处，一样分散在各地，平时互不干涉，也不会见面，只有血煞阁的阁主召见时，他们才会难得的聚齐。鬼面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阁老，名叫赵图。这些年来，血煞阁一直在网罗天下能人异士，无论是术士还是妖类，只要有点修为，开了点灵智的，被血煞阁发现后，就会出现在血符之上，届时就会有血煞阁的人专门负责猎杀。鬼谷门不止周易的师傅齐仓敏，那些有些本事的全部记录在册，就连周易都光荣地登了榜。至于抓那些有修为的人做什么，按照赵图的说法，血煞阁的那位神秘的阁主想要复活一只上古大妖，这期间需要源源不断的力量。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有想法的老疯子带着7个臭味相投的大疯子，想要复活一只顶级厉害的妖怪为他们所用，再打造一支妖怪军团，从而实现统领世界的梦想。周易都听呆了，现实中竟然真的有这种人，这是要逼着他拯救世界的感觉啊！林初一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想法，默然无语。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赵图的下场就有了着落。周易觉得还是弄死吧，魂飞魄散那种，也就是一把火的事儿。万一中间出了什么纰漏，再让他给跑了，假以时日又会是一个大麻烦。任赵图如何挣扎嘶吼，最后还是成了点点灰烬。这过程很快，林初一是讲道理的，既然该交代的都交代了，那就得尽量减少人的痛苦，一次性到位。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我想走一趟西风，不管有没有用，他是我师父，既然知道了他的消息，就不能空等着。你呢？有什么打算？林初一当然是去研究六皇子身上的机缘，不过今天就算了，宫里应该会有很多事儿麻烦。也诚如他所想，此刻的宫里都已经乱了套了。皇上下令都给我老实在宫里待着，等着周易和林家丫头回来再说。整个皇宫的人一宿没有合眼，殊不知他们要等的2个祖宗这会儿已经各回各府洗洗睡了。周易和林初一跑了，把个知事儿只知一半的六皇子给扔那儿了。于是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都落在了楚玉贤的身上，听着他将所知道的包括10多年前的事都给叙述了一遍。楚玉贤第一次被这么多人近距离的行注目礼，有些小紧张。好在皇上挥退了无关人员，只留下了皇后娘娘和几位信得过的大臣，以及与周易2人有过接触的顾慈几人。这件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他也不是很清楚，就只知道周易和林初一出手化解了他和整个皇宫的危难，具体的长三儿还没告诉他。即便如此，皇上和皇后娘娘听的也是心里一阵唏嘘，未曾想到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孩子已经自己经历了那么多。10多年前那时候这孩子才多大呀？皇后这会儿真的是泪目了，心中酸涩疼惜。玉贤啊，你之前真不认识林家丫头啊？回父皇，儿臣的确今日才得知林大小姐。不过他没说的是他不认识，可能常三和灰姑能认识。六皇子觉得常三他们的事儿关系重大，父皇不问，他还是暂时不说的好。你大皇兄楚离的事儿，你可知道？方老爷子一听到这话，眼神一阵飘忽。
林永峰往一旁挪了挪，假装没听到。皇上可一直注意着他俩呢，见状心中哼了一声，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难怪大皇子出了事儿的那阵子，这老东西连朝都不上了。提起这个话题，顾此几人和二皇子也齐齐地低了头，心虚啊。他们好像也知道，本来还想质问事情经过的皇上立马哑了声，这还问什么问啊？他寄予厚望的二子都合着伙的瞒他，咋的？他是不配知道是吗？哼了一声，余光一瞥，发现就连齐国公的脸色都有些不对劲儿，感觉除了他都知道了是吧？他一个95之尊，偏偏什么事儿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气恼归气恼，他还真就不能多追究。这皇上当的是憋屈，自己儿子被人废了，参与的还是重臣家的孩子，这是什么事儿啊？周爱卿、林爱卿，一小子和林丫头去了那么久，你们猜猜看，他们何时能回来啊？回皇上，臣不知啊。皇上，臣也不知，要不您派人去找找。皇上心里一堵，总觉得这俩人在有恃无恐地挤兑他。一直到文武百官带着家眷们浑浑噩噩地走出皇宫，已经是3天以后了。齐国公周秦志还奇怪家里的老爷子怎么没想办法去宫里打探消息，结果洗漱一番，就见自家儿子进来了。齐国公都惊呆了，他们在宫里等了3天的人，竟然在家待着呢。你一直在家？是啊，我不在家该在哪儿啊？从赵图那儿得知的消息已经传去鬼谷门了，鬼谷门那边让他稍安勿躁，说是他们一直在调查血煞阁最近有变动，他师父齐仓敏可能没在西凤国地狱，所以周易决定再等等。西凤国那么大，没有鬼谷门的帮忙，他一个人也无从查找。林家丫头呢？当然回林府了，总不能住咱们家吧？另一边，林永峰见到林初一时，也是一脸如出一辙的见鬼表情。你不是去追那个血煞阁的妖人去了吗？咋在家呢？你说鬼灭人？追到啦，他没跑掉，已经弄死了。人死了？那你怎么不回皇宫啊？我又不是公主，我回皇宫做什么？林永峰一时间竟无言以对。闺女你厉害呀，让皇上空等了3天，你自个儿回家休息了。初一还是孩子，皇上定是不会与他计较的。说起救命之恩，林初一看了亲爹一眼，从袖中掏出了一摞厚厚的纸张递过去。这是什么？我算是救了皇上一命吧。你把这摞纸带在身上，等到皇上提起封赏的时候，就照着上面念给他听。啥？林永峰顿时瞪大了眼睛，低头随意地翻了翻那摞纸，都是些药材的名字，怕不认识，有的还给画了图。林初一很是大方地交代林爹，其他的就不用了，咱们修行之人用不上那些黄白之物。封赏那肯定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林永峰都能想象得到，皇上论功行赏时，众目睽睽之下，他从怀里掏出一摞纸，照着上面的药材名字挨个念的诡异的场景。还修行之人用不上黄白之物？林永峰捂脸，闺女啊，皇上好像知道大皇子的事儿是你和周家那小子干的了，你猜他能不能想到大皇子的库房在咱们家呀？皇上传令，陈家满门秋后问斩。下了早朝后，皇上在御书房召见了众位大臣和几位元老，正式谈完，果然又重新提到了周易和林初一，说到救驾有功，俩人按功行赏时，所有人皆一致的没有意见。于是当林永峰不动声色地掏出那一摞半尺厚的纸时，皇上沉默了，几位元老也沉默了。林将军，你还要脸吗？林爹在心里默默摇头，不要，闺女说了，要药材。封赏的话，其实皇上也就那么随口一说。你看人家齐国公，人家说了不要，什么都不要，这是作为臣子应当应分的。若不是作为一国之君，得时时刻刻的端着。皇上真想拉过林永峰，甩他几巴掌。你脸咋就这么大呢？真以为朕不知道大皇子库房里的东西去了哪儿吗？人家齐国公都没要，你竟然还好意思跟朕提要求？这是有备而来，早早的准备好，就等着朕提起来是吧？不过碍于面子，皇上最后还是咬牙应下了。前提是用这些药材捣鼓出来的东西得拿出一份送到宫里。林永峰应下了，回去后将此事告知了林初一。林初一也没太当回事儿，如果真能凑齐那些药材，到时候给皇上几颗归元丹也不是不可以。林家练武场，林初一双手背后，
老神在在的在一众林家军前方站定，看着1000多人跟在林少泽屁股后面一板一眼的练招式，极其满意。就是扫眼望去，包括2位副将在内的所有人脸上皆挂着大大小小的伤，个个鼻青脸肿。即便如此，众人依旧咬牙切齿的坚持苦练。林初一心中点头，哎，对，就是这个调调。以前啊，那些欢拳绣腿的多没意思呀，面对敌人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石进抽空抹了把脸，动作不停，偷偷的与赵华安对视一眼，俩人心中叫苦不迭。自从知道府里多了个妖怪，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大半个月以来，没人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瞅瞅他们脸上这伤，能看到的都是轻的。想当初林家军们跟随林永丰在战场上一路所向披靡，想秃头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自家府里被自家小姐养的一块石头给虐成了渣。养的一块石头啊，你听听，这像话吗？皇宫的御书房内，皇上分看着桌案上一摞药材名，脸皮狠狠地抖了抖。之前听林永丰大致念了一下，没听到灵芝人参、冬虫夏草那些常见的名贵药材，还以为都是些不当回事儿的东西。没想到找出来之后，据顾太医初步估计，差不多出去了小半个国库。皇上能不心疼吗？大概能有个70、80种药材了，怕人不认识，还给注解了药材的特性和草本图。顾太医和长贵在国库里转悠了一天，眼睛都快瞅瞎了。即便如此，还是有10多种没有凑齐。皇上在心里劝慰自己，就是一些药材而已，又不是什么天才地宝，也不是什么不传世的宝贝。一个孩子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呀？应该就是想鼓弄点东西出来。那丫头有本事，万一鼓弄出来的东西他也能用得上呢。皇上，这几样都是很难得的药材，据说是北池国千年千里迢迢送过来的贡品。皇上心尖一颤，还不好找的话就要5份，他是不是还得谢谢他如此的深明大义呀？那依你看，这些药材都有什么作用？皇上，臣也不知道啊。这些药材单独分开都有各自的作用，甚至有些药性还相互冲突。臣也看不明白这些药材是何药法。关键我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啊！你以为人家跟咱们似的熬汤药喝吗？人家用来炼丹的。但是臣不能跟您说实话呀。他最近还想厚着脸皮再去林府蹭一颗丹药回来呢。皇上，林家那丫头不简单，自她手里出来的东西想必也不会简单。依她这一次，以后东林得到的好处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兜兜转转又过了2日，药材最终还是送去了林府。与药材一起来的还有一纸册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威猛大将军之女林初一，性格温婉，才智过人，甚得朕与皇后喜爱，册封为东林郡主，封号安林，钦此。天大的殊荣啊！可惜圣旨一下，林永丰和方兰就齐齐地抽了抽嘴角。才智过人就算了，性格温婉，皇上您怕是眼瞎吧？没看到他的启明殿上肩扛大刀的那一幕吧？方老爷子却是沉着脸，咬牙暗骂，竟然用这种方法将他外孙女往皇室的船上拽，真他娘的是只老狐狸。宣旨太监念完圣旨，就盯着院中的紫玉珊瑚陷入了沉思。这珊瑚好生眼熟啊！林永丰忙将人往院子外面带，快，赶紧走吧你！再多看2眼，今天啊怕是走不了喽。那株珊瑚如今可是石憨子的心头好啊，每天早晚都得让大松给擦一遍。你可别对他动不该动的心思，不然就是皇上都救不了你。林初一对册封什么的没有多大的所谓，突然顶了个郡主的头衔，还是有封号有封地的，也没啥太大的愉悦之意。林家军的进度如今正在慢慢调整，这也是件循序渐进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但林初一觉得他等不了了。这段时间以来，他又试过好几次突破金丹，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瓶颈依然在，稳如泰山。他有种很强烈的预感，也许这次的机缘之旅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晚上的时候，周瑜过来了，一起来的还有6皇子和3只兽。鬼谷门那边一直没有消息，林初一懒得进宫，与6皇子商讨机缘的事儿就落到了周易身上。
可怜的六皇子，好好的一个内向的小少年，这会儿竟然也能趁夜翻人家小姑娘的院子了。虽然在六皇子心里，林初一跟那种男女7岁不同席的小姑娘还挂不上边儿。周易从乾坤袋里拿出一摞画摊在了桌上，全是六皇子小时候画的，画风从稚嫩到熟练，从模糊到清晰，画风很简洁，但有很多都画得很不清楚。应该是处秘境，就是不知道是大能的洞天福地还是上古的秘境，这应该就是那处秘境的所在之处。不过到底过去了多久的时间谁也不知道，要怎么找，该往哪儿去找，找到了如何打开，都是个问题啊。这么说来，玉贤你该不会是某个高人转世吧？神仙下凡历练来了？林初一白他一眼，神仙转世能来这种乌烟瘴气的小世界？但周易说的对，能找到地方才是真理。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请神。林初一和周易没有听懂，胡六和常三眼中满是哀叹。近些年在他的梦里一直会出现一个人，准确来说不是人，而是一道意识。每次他入梦就能感觉到有道目光冷冷地盯着他看，能感觉到那眼神并没有恶意，但却莫名地让他觉得愧疚，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他没有完成一样。但任凭他怎么去找，都找不到那道目光的具体所在。而且明明感觉到梦境里经历了很多，但每次醒过来能记得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段，一个画面一闪而逝的画面。就像他画的这些画，比如那条圆乎乎的鱼，有些画画的模糊，其实并不全是因为他的年龄小，而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的样子记全，重新画下来。到如今，楚玉贤15岁半，能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他有种很强烈的感觉，不是他的记性越来越好，而是梦里的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东西，让他记住的东西多了起来。所以你觉得你梦里一直盯着你的那个东西，就是那处秘境的主人吗？不确定，但总归与那处秘境有关的。你想把他招来，问问秘境所在？怎么着？你平时能感应到他的存在？楚玉贤不语，常三与胡六对视一眼。每逢15月圆之夜，他的身上就会出现异常。异常？什么异常？他的另一双瞳孔会发光，身上的气息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是梦境里的那个东西？不知道，我们无法入他的梦境，他醒过来以后也不记得当晚发生了什么。其实楚玉贤身上有道无形的禁制，之所以他一个类似出马仙的存在却活得如此平平无奇，就是因为他身上的那道屏障看不见也感应不到，可每当有别的力量想要上他的身，就会被强行撞出去。引路仙们上不了童子的身，也就无法借给他道行。楚玉贤比较特殊，胡六查探过他的灵海，可以同时容纳他们12位引路仙。若是没有那道屏障，当年他们12位引路仙一起出手，哪怕当时的楚玉贤还小，对付区区一个鬼面人也不在话下。周易听得一阵唏嘘，我见你想清楚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啊。12位引路仙都没有办法上你的身，那东西却能在每月15占用你的身体。你用请神的办法将他请过来，万一问完问题后他不跟走，或者直接就占了你的身体，到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将他送走啊。毕竟是自己请来的，要是被占了身体，就算告到阎王爷面前都不管用。我听常三说了，要不是你们肯出手，我可能过不了这次的劫难。还有宫里的人，父皇母后以及文武大臣们，我是东林的皇子，有能力护着他们是应该的。况且这件事本就是因我而起，背负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以后的危险可能会更多。就冲你这句话，以后你要是造反的话，我站你这边。不用了，那个他不造反。周易白了林初一眼，这小丫头一天天的净想着搞点事情出来。别听他瞎说，你要是下定决心请那东西出来，我们给你护法，真来点什么，咱们也未必就拿他没办法。再说这几率一半一半，万一来的真是楚玉贤梦里的那个东西，可能就不是冲着占他身体来的。正月已经过去，要等到这个月的15还差7日。请神其实这是目前来说找到秘境最快的办法。周易和楚玉贤回去了，趁着时间充裕，将该准备的先准备好。
哟，会说话了呢。可不是嘛。来，过来咬我一口。你确定？大白笑容一顿，有些不明白林初一是个什么意思，但动作比脑子快了一步，下意识就张开嘴扑了过去。狼牙闪着寒光，大白的速度那叫一个利落，然而刚到了林初一面前就挨了一巴掌。看着正在地上扑腾的二货狼，林初一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儿，合着吸收那么点道行全用嗓子上面去了，其他方面是一点没沾上啊。我要睡觉了，你别在我面前晃悠。大白哼唧了一声，知道他练了一夜丹，很是识相的乖乖出去了。可憋了一肚子的话，这会儿终于能开口了，他不得找个人唠唠呀。林府今天老热闹了，林家军照常被石头人虐翻在地，满地哀嚎的时候，大白黑影一闪，石汉子，我来找你聊天来了。嚯嚯嚯嚯！眼看着一直在面前晃悠的狼突然就能口吐人言了，林家军惊恐之余不得不面对继家里的石头成精后，府中的狼也跟着成精的事实。刺激来得太快，一阵接着一阵，好在有石头人的杀伤力在前，林家军们没至于再次下滩。主要狼不虐他们，就只坐在跟前与你唠嗑，你不听都不行啊。2月15，永安宫内殿门紧闭，宫女太监皆被驱赶。偌大的宫殿内，只有林初一、周易等人静静地待着。楚玉贤盘膝坐在了大殿中间，周围摆着12面3尺高的铜镜，上方是一盏7星灯。楚玉贤心里其实也没底，不知道这种办法管不管用。这些年查了那么多古籍，他感觉就这么一个靠谱的。不过等了半天，镜子里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他有些不确定了。胡六提醒，每次有异常都是在他睡着之后。楚玉贤心中明了，盘膝而坐，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是真睡不着啊。时间一点点过去，眼看亥时已经过去大半，楚玉贤依旧没有要睡的意思。林初一打了个哈欠，跟个幽灵般的到了他的身后。楚玉贤刚察觉到不对劲儿，一转头，一块板砖带着风声呼啸着朝着他的脑瓜子砸了下来。来不及惊叫一声，楚玉贤只觉得眼前一黑，脑袋顺势就垂了下去。无视一人三兽惊愕的目光，林初一给了他们一个安抚性的眼神。放心放心，我下手你们放心。大殿之中又静了下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大白伸了个懒腰，百无聊赖的用爪子扒了一下灰姑。你家童子怎么还没动静？自从能说人话之后，这货就开始话痨了模式，喜欢叨唠，还喜欢往石憨子面前凑。可就石头人那迟钝的反应和说话的速度，每次都能把狼给急死。大白早就想进宫跟灰姑嘚瑟一下了。至于胡六和常三，都比他有本事，他倒是很识趣的不往上凑。灰姑嫌弃的用爪子理了理被大白拍过的毛发，别动爪动蹄的，现在距离子时还早着呢。等待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差点都等睡着了。被铜镜包围的楚玉贤终于是有了反应，原本低垂的脑袋缓缓地抬起，双目紧闭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林初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儿，楚玉贤的眸子多出的那双瞳孔散发着幽幽的金光，整个人的气息都变了。周易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金色的瞳孔，难不成来的真是神？不过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楚玉贤身上的气息虽然强大，但是却带着混沌和晦暗不明，很难说那是种什么感觉。所以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林初一眼神深处透着一抹疑虑，这个气息让他有种淡淡的熟悉感，很是莫名。没有任何动作，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没动，周易也没动。一片静默中，胡六先行窜到了楚玉贤的身边。你到底是谁？胡六目光凌厉，这功夫常三和灰姑也到了他身边，3只兽站在楚玉贤身旁，俨然一副守护者的模样。林初一和周易悄悄地从2个方向靠近，准备随时出手。就在这时，楚玉贤微弱的声音传出，人竟然醒了过来。你是谁？你怎么还不来？去哪儿？我要去哪儿才能找到你啊？楚玉贤脸色苍白。我等了好久，没人来，怎么还不来啊？
到底在哪里啊？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怎么还不来？我等了好久。楚玉贤面露痛苦之色，似乎有些支撑不住了。你到底是谁嘛？去哪里？你说个地方啊，我们去，我们马上去。胡六和常三也暗暗着急，但一直按捺着，生怕冲动之下就会伤害到楚玉贤。周易手里捏着张黄符，早就等在了一旁，以防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楚玉贤的表情越来越痛苦。画，你画。就在这时，林初一也闪身到了楚玉贤身边。他看到楚玉贤手指缝间已经开始往下渗血，看到林初一的一刻，原本僵硬迟缓的声音突然就顿住了。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林初一不经意地与之对视，心口却是猛地一震，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陌生的画面，太快，他没有抓住。终于回来了，似松了口气般说完这句话，身上那股混沌的气息突然就消失了。而这时，身旁的楚玉贤再次开口，语气中满是隐忍。我看见有一座山，就像我之前画的那般，烟雾缭绕。山中有个幽谷，有一间茅草屋，屋前是大片的果树，还有药田。屋子旁边，房子旁边是石块堆砌的。话未说完，楚玉贤突然一声惨叫，两只手用力地捂住眼睛。玉贤，怎么样？楚玉贤脸色苍白如纸，大口地喘着粗气。没事了，只是画面又断了。我只记得屋子旁边有个石头堆成的池子。但是知道的再多，没有问出具体的地点，也是无济于事啊。却不知林初一的心中早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山谷什么的先不论，茅草屋、果林、药田、池子，那不正是他的空间吗？怎么回事？跟他的空间有关？别人的机缘竟然与自己有关系，林初一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说那处秘境跟他也有关系。空间是几年前随着他来到这里的，两个不同世界的东西怎么会突然交织在一起呢？且为什么东林的六皇子能看到他空间里的东西？楚玉贤又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也没觉得楚玉贤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呀。林初一抿着唇，神游物外。你在那儿干嘛呢？没事，他怎么样了？不管是因为什么，秘境他都是必须得掺和一脚的，更别说现在知道那处地方可能还与他有关，那就更得去了。也许等找到了地方，一切的谜团就能迎刃而解。但天下那么大，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的去找也不现实。林初一瞅了两人一眼，大方地扔了一瓶归元丹过去，脑门上一阵接着一阵的刺痛，让楚玉贤有些迷糊。丹药入口即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温润的药性游走在四肢百骸，脑门上的刺痛感逐渐消失，眼中的不适感也缓和了许多。除了那山谷里的景象，你还记住了什么？有没有比较特殊性的地方呢？山，我记住了整片山的样子，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开始找。父皇的御书房里有舆图，用排除的办法，先将不可能的地方给排除掉，也许可行。这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东邻国境内大山太多了，且时间过去了那么久，谁也不知道当初的秘境到如今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周易没有接话，这的确是个办法，但还有个问题，就是那处秘境它未必就处在东邻。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楚玉贤找来了纸笔，将脑海里多出来的那点画面给画了出来。林初一拿过那张山谷中的茅草屋的画，看着上面熟悉的景象，目光闪了闪。虽然画的粗糙了点儿，但的确就是他空间里的样子。另一幅是黑墨勾勒下连绵起伏的山峦。看到画中山的一瞬间，林初一心中微定，因为从画中来看，山体的形态很是与众不同，群山包围与所谓的山谷形成了奇特的一幕，就像个漏斗一般。如此奇怪的特征已经足够他们少走不少弯路，也许如今的名字就叫漏斗山也不一定呢。三人四兽在大殿里商量了半天，林初一敲板决定夜探御书房。舆图可不是谁都能看的，白天去也不一定就能看到，
既然如此，左右也睡不着，不如今晚先去潜进去，能看一点是一点再说。然而等到几人一路躲进了禁卫军的眼线，脚步匆匆的到了御书房的时候，却发现楚玉贤皇帝老子人家还没下班呢。三人对视了一眼，周易有些踌躇，里面那位好歹是个帝王，他们大晚上的无照进宫已然是罪过，还让人家儿子大半夜不睡觉，撺掇人亲儿子溜进了御书房偷看舆图。这要是被抓到了，真问起来，他们实话实说，会不会被定个忽悠皇室的罪名？林初一可没有他那么多内心独白，直接上前推开了御书房的大门。屋里有人，门口却没有禁卫军守着，这还不够明显的吗？从启明殿那次的事情开始，皇上就一直注意着楚玉贤那边的事情。今日永安宫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整个大殿里的宫女太监们都被支开了，侍卫也被赶到了殿外。皇上可能不知道周易和林初一来了宫里，也不知道永安宫到底在整什么幺蛾子。结合楚玉贤频繁的与周易走动来看，怕是最近要有事情发生。果然，守在永安宫外的庞毅还没回来，御书房门口就来了7个不速之客。皇上本来正端着茶抿茶，满脸的深沉，一副朕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的模样。但看到打头的人以及跟在他身边的一脸贱嗖嗖的黑狼之后，突然一声咳嗽，若不是嘴里的茶水咽下去的快，都得失态的喷出来。大太监长贵站在一旁，看到一支奇特的队伍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闯了进来，心中一惊，尤其是看到落在最后面那条黑蛇竟然还用尾巴把门给带上了。即便前阵子刚经历过鬼面人的事儿，他这会儿也有点膝盖发软。天老爷哟，这大晚上的来了群啥呀？儿臣见过父皇。臣女见过皇上。说完也不等人让免礼，就站直了身子，随即用脚踢了踢笑得满脸嘚瑟的大白。大白正瞅自己的大孙贼乐呵呢。小样，我都得行礼呢，你嘚瑟个啥呀？臣郎大白见过皇上。皇上嘴角和眼角一起抽了抽，脸都不是好色了。这只狼上次不是还不会说话吗？然而最让皇上绷不住的还在后面。大白一跪，后面那3只兽寻思着，要不他们也跪一下？上面坐着的是人类的天子，也是小童子的爹，他们是不是得入乡随俗？于是3兽越过了楚玉贤，冲着皇上就去了。你们大胆！后退，快后退！灰姑被突然跳出来的人吓了一跳，脚步急急一顿，差点都炸毛了。你个太监，吓死姑奶奶了！长贵的脸色瞬间一变，尖着嗓子叫了一声，一转头就躲到皇上的椅子后面去了。见亲爹的脸色白了青了白，父皇别怕，这是儿臣的引路仙，是自小护着儿臣长大的。这是灰姑，性子虽然活跃了些，但她不会伤人的。皇上表示他就是想安安稳稳的当个皇帝，他一点都不想知道自家的儿子养了3只能说话的兽，咋就这么难呢？安抚了一下皇上的情绪，楚玉贤觉得是时候该和亲爹谈谈寻找秘境的事儿了。周易冲3只兽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稍微离远一点。果然他们一离开，皇上的脸色就渐渐地缓了过来。趁着他们谈话的时候，林初一带着大白悠悠地出现在了御书房后墙之上，那副算不上多清晰的舆图前。见林初一掀开了盖着舆图的黄布，长贵面上着急，心中更是直呼大胆。那可是舆图啊，自古就只有皇上和未来的储君才能看。长贵急得直跺脚，想要上前呵斥，但又怕得紧。他自然是认识林初一的，当时这小姑娘在启明殿中大显神威，事后让宫里一众人干等了好几天，还以为追歹人出了什么事儿，结果可倒好，人家回家睡觉去了。皇上也不追究，后来还给封了安林郡主。这小丫头行啊，都没来宫里谢恩，真是胆大包天，完全不把皇上放眼里。不过话又说回来，这连皇上都不放眼里的人，又怎么能将他一个奴才的话放眼里呢？所以皇上啊，奴才阻止了，但他不听，您可别怪奴才呀。这边楚玉贤和周易将他们要寻找秘境的事情全盘托出，皇上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将今天晚上受到的惊吓往下压了压，倒是没有怪3人的放肆，还很好脾气的让长贵将舆图给取了下来。你们自己看吧，觉得哪里像，朕就让人将那处的详细图纸拿过来。多谢父皇。身为皇子，楚玉贤自然知道舆图意味着什么，能让他们随便看，这得是多大的荣宠啊！
有本事的孩子没几个，与其处处防着，不如与他们摊开了。他尽量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行方便，也希望关键时刻他们能出手护着东林，就像上次启明殿的事情一样。楚玉贤画了几张漏斗山的图样，三人四兽对照画一点一点的在鱼图上找，屏气凝神，生怕错一错眼就看差了。到最后，皇上和长贵也齐齐上阵。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屋子，长贵发出了一声惊喜的大叫：找到了，奴才找到了，这里一定是这里。长贵那老公鸭嗓一吼，林初一三人跟突然打了鸡血似的，纷纷将脑袋凑了过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就见鱼图左下角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小灰色的区域，勾勒了一个黑色的倒三角，细细看去，的确就是个漏斗的形状，有绿豆粒那么大，也真难为长贵眼睛好使。楚玉贤对照着山图来来回回的看了几遍，眸光越来越亮。应该就是在这里啊。此处应该是平城，距离京城少说也有个1800里。说罢，摆手示意长贵去找那处地方的详细图志。朕记得此处好像是个空城，如果你们要找的地方真在这里，怕是有些不好办呐。空城？若真是平城，朕劝你们还是不要前往的好。那个地方偏南方，气候燥热，在朕还未登基的时候，那里曾经爆发过一场瘟疫，整个城里的人全都感染了一种热病，得病的人身上会发热腐烂，就像放进锅中煮开了一样。刚开始府尹没有当回事儿，等到事情不可控制的时候才想到往上报，但已经来不及了。整个平城的人无一幸免，全都死在了那场瘟疫之中。平城的地图在桌上摊开，看到上面那漏斗式的山图时，林初一三人知道那便是他们要找的地方了。平城不大，一城3县，是最靠近南燕国的土地。当年一场瘟疫，平城里的百姓一个都没跑出来。据说曾经有一帮亡命之徒进入过平城，想要占地为王，发展自己的势力，结果进去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平城就此空了下来，一直到现在。平城如今的现状可以说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了。不过林初一听完的第一件事，就是郑重其事地对皇上道：我听说你给我封了块地呢，能不能把地方换一换？我要这里的。皇上一愣，没想到林初一会提出这种要求。要知道他赐下的封地，单是1年的税收都能够林府上下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丫头，你是认真的吗？很认真，但前提是以后就算他在平城挖出金矿，那都是他的，跟皇室无关。既然秘境很有可能在平城境内，那还有什么是把那块地攥进自己的手里慢慢攻略更为安心的？看着他那张认真的小脸，皇上心中却是警铃大作，宁愿用一块富饶的封地换一处空城。皇上心思琢磨着，虽然平城扔在那儿也是扔着，但他怎么就觉得会吃亏呢？吃不吃亏的，最后到底还是换了。皇上被盯得抹不开面子，大手一挥：给你，你可别后悔啊。林初一很是满意皇帝的大方，一高兴就送了瓶归元丹出去，这给皇上震惊的。丹药，这可是丹药啊！瞅楚玉贤和周易的表情，这应该还是真东西。哎妈！皇上目光炙热地看着林初一，有些后悔。换什么换？直接送就是了。一座空城而已，这小丫头是炼丹师啊，凌驾于世上所有神医的存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皇上好不容易稳住震颤的心，得知3个孩子铁了心的非要去平城跑一趟，沉吟许久，实在拿他们没办法，便让大太监长贵去安排，将一切关于平城的密卷全部找出来，然后吩咐禁卫军统领庞毅去调集人手，2日之后让他亲自跟着3人走一趟。启程的时间是皇上定下的，林初一没吱声，但到底会不会听未知。等到一行人离开御书房，皇上才一脸疲倦地伸了个懒腰。你以为他会去睡觉吗？不，丹药啊，传说中的丹药啊！打开瓶子，他将瓶口放在鼻子下嗅了嗅，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面而来，那种彻夜不眠的疲惫感瞬间荡然无存。庞毅知道自己被派出去与周易、林初一等人一起前往平城，虽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老激动了。
虽然身份和年龄有差距，且安林郡主还是个不到10岁的女娃娃，但那也丝毫不妨碍庞毅崇拜强者的心，尽心尽力地准备一整天，随行的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精兵。庞毅都能想到此次出行所遇到的事儿，定然叫他再次大开眼界，热血沸腾。结果当一切准备就绪，竟等第2日出发的时候，却得知林初一3人连夜跑了，一人一匹汗血宝马，除了3只兽什么都没带。这给庞毅打击的苦着个脸，整个人都阴郁了。这是嫌他们太弱，怕他们随行碍手碍脚的？梦于修者而言都是具有预示性的，所以修炼的人一般很少会做梦。自打林初一修炼以来，前世和这一世做梦的次数加起来，一只手都能数过来。最近一次还是夜魔弄出来的，被他给打破了。望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山峰以及灵气缠绕的山谷，林初一心生疑惑，这是日思夜想做了个梦，还是莫名其妙的进入秘境了？你终于回来了。林初一只觉得身体快速下沉，猛地就坐了起来。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倾注一声喊，其他人也相继醒了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就睡了个觉的功夫，怎么就挪地方了？这就是那个秘境？怎么跟玉贤话中的不太一样？是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楚玉贤这会儿已经恢复了神智，不知道是不是刚刚被那玩意儿占用了身体的缘故，脸色有些苍白。这里就是秘境，我睡了多久了？这位是？他叫丁岩，我和初一之前认识的朋友。哎，他说是你把我们带这里来的，你还有印象没？周易3言2语就把楚玉贤睡着后发生的事情给讲了一遍。丁岩在一旁补充，我觉得不对劲，刚想叫醒你们的时候就发现动不了了，然后就看到他站了起来，笑得一脸诡异。我不记得，就感觉睡了一觉，醒过来后浑身都不对劲儿。这里就是你画中的地方了，不过应该是经历了几千年或者更久远的时间，灵气枯竭，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走吧，都醒了，就别在外面待着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林初一点头，山谷里面有什么，怕是连楚玉贤都没有他知道的清楚，就是不知道这里与他的空间到底有什么渊源。踏进谷内的一刻，林初一心里涌出了一种熟悉感。前方远远地出现一间茅草屋，几人加快了脚步。大白看了那房子一眼，又转头看了林初一一眼，王脸上一片疑惑，这房子怎么有点眼熟啊？林初一冲他微微摇头，示意不要乱说话。楚玉贤眼中又泛起了那种淡淡的金光，四处扫视了一番，目光也放在了那间茅草屋上。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情绪涌上心头，欣喜、迷茫和等待一次又一次落空的悲戚。随着距离茅草屋越来越近，楚玉贤瞳孔的金光忽地消失了。你没事吧？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逐渐从心口抽离，楚玉贤脸色苍白地摇摇头，可往前走了没2步，突然一声惨叫。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玉贤？眼睛疼，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他的眼睛里慢慢剥离。疼，好疼！楚玉贤接连不断的哀嚎，若不是有周易在旁扶着，估计得疼在地上打滚。林初一有些抓马，他将手搭在了楚玉贤的后背，输了一些灵力过去，希望能帮助他缓解疼痛。丁岩也过来帮忙，和周易一人一边扶着他，另一只手去掰楚玉贤的胳膊。忍一忍，将手拿开，总得知道怎么回事才能对症下药。忍一下，玉贤，把手拿开。楚玉贤2只手刚一放下，猛地一声惨叫，就见双眼之中2道金光射出，径直朝茅草屋而去。林初一见状，单手掐诀，一个结界落下，却只阻止了一下2道金光前行的速度。楚玉贤已经停止了哀嚎，大口喘着粗气，有些迷茫地看着前方。3人发现楚玉贤的那双瞳孔竟然恢复了正常。众人顺着茅草屋的方向看去，此刻2道金光化成了朦胧的2团。给他吃归元丹。林初一身影一闪，朝着那2团追去。丹药入口即化，楚玉贤苍白的脸色明显好了许多。你感觉怎么样？眼睛还疼不疼了？他摇了摇头，疼痛过去。
除了身上有些没力气，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没事就别磨叽了，咱们走，去把那玩意儿给追回来。林初一一个闪身，眨眼已经追出去7、8步，大白紧跟在后，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啊！大河向东流啊！呼呼呼呼！疯了，这狼不能要啊！眼看茅草屋就在前面，两团金光蓦地停了下来，似乎在等人一般。忽悠了一下，就没入了茅草屋的后墙中。林初一蓦地一停，这会儿的功夫，周易和丁岩也追了过来。楚玉贤落在最后，气喘吁吁：“怎么不追了？这屋子外面有结界呢。”“你怎么知道这屋子有结界啊？”“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周易看了他一眼，不信邪地上前一步：“都让开，让我先来！”大白带着风声重重地撞上了那扇木门，与此同时，门上猛地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大白嗷的一声就飞了出去。还真有，你家这狼是不是能说话以后脑子就不好使了？多少有点儿，你以后会习惯的。林初一没搭理他们，往前2步打量着木门。与空间里不同的是，这间屋子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门已经破旧陈腐。他伸手轻轻去推门，并没有结界阻挡，可那种静止却与空间里的那扇门一样岿然不动。周易用铜尖剑戳了戳，被弹开了。哎，是不是要一样从后墙穿进去啊？好办法，你去试一试。周易干笑2声，不吱声了。不然我试试吧。他猜测这个门或许只有他能打开。可是楚玉贤的手才刚伸过去，还没摸上门，那道结界就又出现了，吓得他赶紧又把手给缩了回来。真打脸。丁岩也试了试，同样为结界拦在了面前，且估计是因为他身上的邪气重的原因，还差点受了伤。越是这样，几人就越是想打破那层结界。不然我们几个联手，强行把结界破了。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结界是遇强则强吗？如果没有高于布置结界的人的修为，咱们一起用全力的话，其结果估计直接就能死在这儿了。那要怎么办啊？好不容易找到了秘境所在，不会就无功而返了吧？我再试试，不行的话，这趟真的要无功而返了。怎么试啊？林初一并没有解释，慢慢的走至门前，闭上了眼睛，意识探进空间。空间内神魂状态的林初一也站到了茅草屋的门前，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2个林初一同时抬起手去推面前的门，空间里的2块灵泉石碎片突然发出了碧绿色的光芒，光芒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空间外的林初一身上也在发着光，小手轻轻地附上了木门，只听咔嚓一声轻响，结界竟然真的破裂了。林初一猛地睁开眼睛，手上稍作用力，神魂与身体一起推开了茅草屋的门。门一打开，屋内猛地透出一股强大的灵气，冲刷洗涤过众人的身体后，快速向周围散去，萦绕在房子周围。就在众人都有些睁不开眼睛的时候，3片散发着翠绿色光芒的玉石碎片从屋中飞出，瞬间没入了林初一的身体。空间外的林初一呆滞地站着，空间内的林初一一样傻乎乎地站着。那扇从穿越过来后就一直关上的门，今日终于打开了。熟悉的场景，熟悉的物件和布置，药材、丹方、法器全部映入眼帘。同样映入眼帘的还有一个他以前不曾见过的东西。就见屋内简陋的木桌上放着一柄长剑，剑的旁边摆放着一颗硕大的蛋，其上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光晕。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来不及去细瞧空间里翻天覆地的变化，瞥了眼灵泉池上方多出来的3块灵泉玉碎片，神魂就离开了空间。周易此刻正抓着林初一的肩膀来回晃动，这小丫头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发呆，不会是力量用过头出了什么问题吧？林初一一把打开楚玉贤要给他喂归元丹的手，眼中金光一片。他抬头看向茅草屋内，除了灰尘厚厚座椅板凳什么都没有。你没什么事吧？刚才那一瞬间，林初一身上都发光了，大家还以为这是发了什么大招。林初一摇头，感受着周围浓郁的灵气，突然察觉到体内原先的那道屏障有松动的痕迹，顿时心中一喜。我好像要突破了呢。
我也是。我们也察觉到了。以前损失的那些修为好像全都回来了。青竹与大白两脸蒙圈，说清楚，你们都感觉到啥了？他们怎么什么都没感觉出来啊？周遭灵气浓郁，正是突破的好时机。不过林初一并没有选择在此刻突破，秘境的事情到此差不多就算完了。他也看出来了，对于楚玉贤来说，所谓的机缘应该就是引路仙的修为重回巅峰，而他恢复丹瞳之后，便能与引路仙共通力量了。这件事情从开始到如今，也不知道于他来说是得还是失。因为身上的机缘，他被血煞阁的赵图给盯上，苦战之下12位引路仙只剩下3位。不过他生来体质就特殊，就算没有机缘在身，血煞阁的人估计也不会放过他。正是因为这特殊的体质，秘境才会把他当作载体，附在他身上的同时，也护着他不被其他东西夺舍。所以这场机缘于他来说，还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这件事的最后，可能林初一才是最受益的那一个。所以等弄清楚一切，他会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知。整个平城除去那10万大山，其实并不算大，旱魃的影响还不到赤地千里的程度。之前我就猜测，平城内有另外一种力量与旱魃制衡，看来就是那些阴兵了。真是旱魃？的确是旱魃，不过这只旱魃应该是被人炼制出来的，还没有完全炼制成。看到他身上像枷锁一样的印记没有？这是有人封住他的力量了，让他来饲养阴兵呢。这只旱魃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旱魃，估计炼制的人没想到旱魃的力量会如此强悍。没有灵智尚且如此，要是生了灵智，怕是也不会老老实实的为他所用。所以便封住了旱魃，又在此处设下了另一个局，让那些阴兵慢慢吸收旱魃的力量，假以时日，等到那些阴兵成了阴煞，便是一支不可撼动的力量。这种丧尽天良之事，要说跟血煞阁一点关系都没有，打死林初一都是不相信的。那旱魃真是丁岩黑刺里那只鬼的媳妇儿？应该的确是的。你没事吧？受伤没啊？受伤倒是没有，不过我得进山一趟，我们的实力根本就不足以对付那些阴兵。林初一还是决定去山里突破，可能要几天才能出来呢。现在城内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林初一让楚玉贤和周易先不要进城，等他突破之后再一起想办法解决了那些阴兵。林初一就带着大白进山了，去的还是那处找着秘境的山谷。突破金丹要比筑基复杂困难得多，危险性也极大。但见天空中乌云越来越厚，伴随着交错的闪电一闪而过，黑云中隐隐有雷音响起。林初一小小的身影，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淡淡的金光。39丹劫，按照以前的经验来看，应该一共30道。咔嚓，拇指粗的天雷狠狠地劈在了他的身上，天地灵火形成的结界暗淡了几分，紧接着又是一道天雷落下，咔嚓一声，似是有无数根针齐齐没入了身体。林初一脸色一白，疼。不给他喘息的机会，第2道天雷劈完，第3道天雷也随之降下，天地灵火熄灭。林初一咬牙盘膝而坐，想都没想的在周身布下了数10道结界。天空中便又传来一阵沉闷的雷鸣，只听得一声撼动天地的雷鸣响彻天地，数10道紫色雷电齐齐落下，咔嚓嚓。初一脸都绿了，赶忙调动体内的灵力加固周身的结界。不过10道天雷的威力绝对不是几道结界就能抵挡住的，都没费多大的劲儿，结界就直接被劈碎了。被10多道雷一起劈中是什么感觉？林初一的意识都快模糊了，身上闪烁着道道的雷光，周围10里地全都遭了殃。空中的乌云越积越厚，似乎在酝酿着暴风雨。林初一不敢耽搁，即便知道没用，也再一次在周身布下了数10道结界，能抵挡一点是一点。29道还差1道，也是他最为忌惮的那一道。此刻的林初一衣服破烂，头发焦黑，眼神暗淡，狼狈至极。山中风更大了些，空中黑云不断翻滚，雷音越来越大。林初一的心都提起来了，看样子这是要给他来个狠的呀。当他看着那道碗口粗的紫雷带着天道之气朝着他落下时，他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这才是金丹期，这是他该渡的劫。林初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来了。就在他觉得这次估计真的要玩完的时候，
一道金色的光芒瞬息之间便到了他的面前。林初一只听见2声沉闷的巨响，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横冲直撞，让他直接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远在府城处的2人2兽，外带3匹马，齐齐瞪着眼睛，看着那碗口大的天雷落下，一声巨响过后，山中再没了动静。那是金丹期该渡的劫？灰姑都吓傻了。我这辈子加起来都没渡过这么大的劫，这得是造了多大的孽呀！你们在这里待着，我过去看看。他没渡过雷劫，也不知道筑基入金丹期的雷劫是什么样的，但整整劈了30道，这他妈谁能遭住啊？别再出什么事儿。楚玉贤在身后伸了伸手，想说他也跟着一起去看看，可惜周易此刻已经飞远了。天雷滚走好啪啪，劈头浑身掉渣渣，错过千九首，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空中密布的雷云慢慢散去，等到一切恢复平静，大白和石头人对视一眼，就往方才雷电落下的方向跑。此时的山坡处，林初一呈大字形躺在地上，浑身漆黑，冒着白烟。大白爬上陡坡，远远地看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林初一，心中一惊：初一，主子！等到了近前，大白用爪子碰了碰林初一的手，又扒了一下他的脸，见人还是依旧没有任何动静，顿时悲从中来：初一，主子，你可别丢下我！主子！石头人慢了他一步，到了跟前，看到这一幕，有些迷茫。哎，你干啥呢？你个破石头，主人白给你喂丹药了，人没了，你都不难受吗？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啊，是石头，我全身上下都是石头。今天起，我要跟你恩断义绝。这个恩断义绝是个啥意思呢？周易到时看到的就是林初一家的爱郎正在教石头人嚎丧，不知道林初一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感想，反正他是哭笑不得。你俩干啥呢？人还喘着气呢，看不到吗？这就嚎上了。周易上前将昏迷中的林初一扶起来，探了探他的脉搏，虽然微弱了一些，但却在慢慢恢复，身体内的灵力也在重新凝聚，这劫算是过去了。他从怀里拿出一颗归灵丹，塞进了林初一嘴里，又看向正等着出奇迹的大白和石头人。有地灵丹吗？就是那种补充灵气的。大白看向石头人，石头人怔了怔，倒是没有舍不得，一伸手就将自己的脑袋给掰了下来，晃了晃，一颗珠圆玉润的丹药从他的眼眶子里滑落，看得周易嘴角直抽。迈入金丹期，其实地灵丹的效果已经对林初一起不了什么作用，但稍稍的恢复点力量还是成的。一阵轻咳，林初一嘴里直冒白烟，眼睛也缓缓地睁开了。初一，你醒了！意识逐渐回归，林初一只觉得浑身都疼，身体被天雷淬炼了一遍，力量需要慢慢恢复。